烟熏肉，一款发源于东欧的料理，凭借着焦黑的外表和粉红的内心风靡全球，就连在纽约都有一家经营了133年的主打烟熏肉的老牌餐厅，据说100多年以来，每一天店门口都会排满了人。哎，这个有意思，来，我教你们做。这家店名叫 Cass Delicatessen， 位于曼哈顿的下城区。Deli 其实就是熟食店，大概就跟卖卤鸡、卤鸭、卤牛肉的差不多，只是站在店外就能看到里面挂满了各种火腿和香肠。店里的感觉特别像大学食堂，一边是密密麻麻的座位，一边是密密麻麻点菜的人。点餐的过程也很像食堂，排到你的时候，必须麻溜的把要吃的东西告诉切肉的小哥。Can I have a pastrami on rye with mustard, tomato and lettuce？ 烤肉全是从炉子里现拿出来切的，大概的作用就是让你看了更馋吧。总之，一套三明治就要卖26刀，这真的是我吃过最贵的。不过这个肉量，你们感受一下，掰开一片肉，一丝丝的纹路清晰可见。虽然做成了全熟，但却意外的汁水十足，配上浓烈的烟熏味和略带微辣的芥末酱，一口下去，满满都是冲击感，挂在舌尖上，久久不能散开。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分量真的好大，胃口小一点的同学基本是吃不了兜着走的节奏。烟熏肉这个东西，在网上就能搜到好多教程，在家自己做的话，还得花上至少1周的时间。7天就7天，走，带你们买东西去。根据教程上的说法，牛肉的部位叫做 brisket， 也就是牛的前胸肉，大概就是这么一块地方。因为平时运动量很大，所以瘦肉多，味道也足。不过分量嘛，来，这个是半块牛胸肉，已经有10多斤了。如果一整块都买下来的话，估计得吃到明年。朴素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复杂的烹饪方式，比如这个肉，光腌料就有13种，处理起来也是有讲究的。像这种整粒的黑胡椒、盐水籽还有芥末籽，就得先放到锅里，开小火和了，才能激发它们的香味。为了达到完美的比例，还可以跟我一样用圆形工具把它们在锅里摆放的整整齐齐。怎么样，是不是舒服多了？把它们炒3分钟，再和香叶一起放到钵子里，碾成半颗粒的状态。建议用敲打和碾压相结合的方式操作，这样可以让你楼下的邻居有一点喘息的空间。哇，好香啊！然后是不怎么需要处理的材料，大概就是桂皮、丁香、干辣椒、红糖、大蒜、多香果，还有不太常见的杜松子和致死量的盐。不过根据教程上的说法，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布拉格1号盐，据说只要一点点就能让牛肉变成通体粉红的状态。我去，这不是亚硝酸钠吗？上过化学课的同学，请把危险打在公屏上。我感觉有点虚，但是严格按照说明书上的用量，应该也没问题吧。牛肉至少得腌7天，而且蒸馏水加了盐以后，浮力变得比死海都大，所以还得找个大碗把牛肉镇压下去，才能封口冷藏。店里的牛肉都是腌了30天的，但是我觉得家庭做法应该不用那么复杂，差不多就3天以后拿出来翻个面，再接着腌上4天。毕竟肉也才10斤多，入味是肯定没问题的。烤肉的炉子也到了，虽然我们小区不让用这种烟熏炉，说会把房子熏黑，但是问题不大。我家附近就有一个小公园，在那里露天烤肉，肯定不会被邻居举报。这一次绝对会超级顺利的。我觉得我的嘴应该是开过光的，要出门就下雨，但是第2天还得上班，不能等了，只能今天烤。肉要提前用水冲一下，洗掉表面多余的盐分，还得配一个烤肉用的料粉，主要是盐水籽和黑胡椒，打碎以后加上糖、洋葱粉、蒜粉和芥末粉，和了。为了不掉粉，我还提前抹了一层地溶芥末酱，再把料粉揉上去。这个味道真的好香啊！上次来这里的时候是在雪地里炖佛跳墙，这次来就是在雨天里烤熏牛肉。我觉得自己和这个公园肯定有某种奇特的缘分。因为要烤8个小时，所以得在炉子里放满炭，再加点苹果木，之后点上萤火片就可以了。你们有没有见过烧蜂窝煤的？烟熏炉也是这样啊。如果冒的是白烟，那就说明炭还没烧着，得等到冒青烟才行。
然后是烤炉的内温，要等到把手放上去会而不是啊的状态才可以开始烤。教程上说烤肉总共分2步，第一步是用低温烤到7成熟，让肉上色，第2步是包上锡纸，用高温把肉加热到95度。总之就是要烤7到8个小时，还得在旁边看着。如果你们这几天有路过纽约的一个小公园，发现一名黑衣男子在寒风中烤肉，那个人大概率就是我。话说你们那边现在多少度呢？我这里只有3度，真的好冷啊！求你们投2个硬币，让我暖和暖和吧。已经过去3个小时了，按照教程的说法，肉的内温应该在65度左右。那我来看一下啊。这不科学，说好的要烤8小时才熟呢。我的烤炉温度也没有错啊。你们有没有那种做数学题第1步就错了，但还是硬着头皮写下去的情况？我觉得我现在就是。而且吧，包完锡纸以后炭居然也烧完了，怎么就没有一个靠谱的？总之重新打火以后，炉子已经凉透了，只能破罐子破摔了。怎么说呢？至少颜色是对了，肉也是软软的，其实感觉还不错。标准的做法是一刀下去就能一切到底，不遇任何阻力。这声音简直直击灵魂，跟锯木头一样。算了，没有烤干的部分看起来还是不错的，配上黑麦面包、蔬菜和芥末酱，一口下去。怎么说呢？味道还凑合，但是吧，肉还是太干，而且特别咸，完全盖过了牛肉和香料的本味儿。如果就这样拿出来的话，那肯定是在糊弄你们。不行，还是重做吧。我在上班的时候总结了一下，首先是咸味太重的问题，不应该盲目的相信教程，10斤肉搭配250克盐才是最理想的用量。然后是烤的时间，店里用的都是超大的烤炉，放100多斤肉在远离热源的情况下才能缓慢的升温。像我这种偏小的烤炉，就必须通过对温度的实时监控来调整烧烤的时间。最后是炭的种类，之前买的是烧烤用的易燃炭，但是慢烤的话就得换上专业的烟熏炭，才能保证足够长的燃烧时间。果然这次只用了90分钟就把内温升到了68度，再加上锡纸包裹住水分，继续烤1个小时就达到了完美的温度。现在已经是平安夜的晚上6点了，你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应该也快新年了吧？那就提前祝你们新年快乐啦！撕开包装，浓郁的烟熏味瞬间散开，肉的软糯配合流淌的汁水，让香气充满了整个屋子。这一次肯定没问题了。那么就请你们先吃吧。你们看看，这个肉量比原版还多，切开的瞬间，肉质软烂吹弹可破，轻轻一挤，肉汁顺着切口涌泉而出，一口下去，香气十足，咸淡适宜。我觉得真的已经很接近原版了。所以你们喜欢这种做法吗？其实纽约还有很多烧烤店，像是人生一串里的烤肉啊，还有很多其他国家不同风格的烧烤。喜欢的话，我都会一个个的去试吃，然后教给你们做的。这是今年最后一个视频了，新的一年祝你们一切顺利。我是大碗拿铁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